这里是我5年前花了2000元租的20亩山坡，接下来准备再花5个月的时间进行住房改造。今天要将脏乱差的小土包改成小溪流。之前建设也没怎么合理规划，这里一直堆着柴火、垃圾。现在开始改造，先挖出一条水道，遇到好多石头，能搬则搬，搬不动只能砸。来来回回用了3天，才把石头、泥土清理走。蓄水池实在是挖不动，借了个垫高，我爸凿石头，我清理碎渣，又用了1天才挖好。我爸说不借机器，我们3天也凿不完。清理出来的石头都被我们整齐地砌在坡上了，石头间的缝用泥巴填充，等天气凉快下来种上些花，不过不用等种，草都能长满。挖好的水道铺上防水布，保持水流，边上用石头泥巴压住。我爸又拉来一车鹅卵石，筛一筛，透落有致地铺在小溪里，还挖了一个小塘子，多铺些石头，种上点水草，养点鱼，想想就美。铺好后开始试水，溪水缓缓地流过石头缝，是小桥流水人家没错了。睡莲种了1个月就开花了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很鲜艳？旧房改造杂改，我们穷改。别人出手无数个 W， 我们是手动0.1个 W。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让生活在湖北乡村的山东一家人教你咋不花啥钱改造破落小山包。接下来准备再花5个月的时间进行住房改造。从今天开始要建一座茶亭，首先从框架开始。早晨我和我爸2个人将木头扛上来，木头还是湿的，有点重。看看我这铿锵有力的小腿，砰砰的。木头长度根据4个点的长宽切割，总共需要4根立柱，2根横梁，5根主梁，用木方打3脚架稳定立柱。中线了，然后搁一个线好吧？我们没有专业的工具，每根柱子的位置都要测量。我爸说前期把立柱搞得标准，等上梁的时候就简单些。每根柱子下面都灌上水沙，1是加固，2是防水。测水平时，我爸拿出1根水管装满水，用来测量4根柱子的水平高度，将多余的立柱锯断，统一高度。一早起来，爸爸就开始锯木头，木头不平的地方用刨子整平。我们之前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学习毛笋结构，但来来回回测量了木头，有些太细搞不成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小白，不懂得用把，最终选择了8居子固定。但是有的地方还是要凿些孔，加固起来更结实些。我爸爬高钉木头，怕掉东西不让我妈在下面，但他还是紧紧地扶着。每根主梁都分段做标记，钉上木方。旧房改造杂改，我们穷改。别人出手无数个 W， 我们是手动0.05个 W。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让生活在湖北乡村的山东一家人教你咋不花啥钱改造破落小山包。我爸磨了镰刀去山里割点茅草晒着，干了后盖茶厅顶。以前别人装修拆下来的板子被我拉来了几车，这次就用上了，省了好几百米。按测量的尺寸切割好，一块块的铺到木架子上，边铺一边上个螺丝固定。亭子顶有15、16个平方，之前没想做这么大，做着做着就大了。割的茅草也晒干了，我爸一把把它收拾好，用绳子捆好背了回来。吃过早饭，我爸破竹子，我和我妈负责摆齐茅草。破完竹子就开始扎筋草帘，太热了，不保些足继续干。屋顶先铺一层塑料布防雨，接着就开始上茅草帘，一个个的摆整齐，加固，远看近看还很漂亮。旧房改造杂改，我们穷改。别人出手无数个 W， 我们是手动0.03个 W。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。山坡，今天给茶亭铺地板，安装围栏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出于安全和防潮考虑，先铺上一层平砖，倒平倒直真是缺一不可。还好我和我爸是个男孩。砖上按40厘米的间隙逐次铺上木方，并固定在立柱上。前几天
前专门上镇上买了10块木板，快快地铺在木架子上，遇到间隙不一样还要用刀调整。组合架子时我就问了，为什么这里钉个洞？我爸说钉好了你就知道了。大家知道钉这个洞是干什么的吗？难道是藏宝？地板铺好了，还是决定用竹子做围栏。昨天傍晚在山里砍了竹子，早晨就开始裁切。竹子粗的部分做竹竿，细的部分做桅杆，在竹子上分段做标记。选了好几个开孔器，最后才找到大小适合的。我们一家人全都上场，效率还是蛮快的。最近这段时间太干旱，我们这里的溪流也枯竭了，也没有像蓄水池里加水，还是先要保证生活用水。塔顶3面做整体的围栏，正前方留个小门，来回尝试测量加固，才把小门做好。地板抬高了35公分，妈妈腿脚不好，需要做一个台阶。我搬来了2块石头，爸爸说和土字整土一，还有钉了个木框套在石头上。还别说，真的既美观又结实，整体感觉缺些什么。我爸又做了2块扶手，我打磨了后感觉还不错，你们感觉呢？一座朴实的塔顶做好了，一共花了4、5年，10块木方4连，螺丝2连，塑料布3连，立柱、梁头、围栏等等都是花力气不花钱。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让生活在湖北乡村的山东一家人教你咋不花啥钱改造破落小山包。5年前花2000元租了20亩山坡，是以前的围栏，这是现在的围栏。早晨起床，牙没刷脸没洗，直接开始拔草，把以前的扶手拆掉，重新打桩。我们也不会做，还是根据做插庭围栏的经验边做边学。发现自己的竹子太细了，又大中午的去砍了竹子，下午才开始干起来。开孔器太小了，立杆放不进去，如果去镇上买来，需要3个小时，时间来不及，所以就用脚一起打磨了。主人是夜里挑灯练剑，我们是夜里打灯干活。看，为了庆祝右面扶手完工，我爸还放了烟花庆祝。第二天一早把工具收拾出来，开始做左边扶手，哪边是左哪边是右我也搞不明白了。总之做另一边的扶手。加固好后，我妈拿了钢丝球、抹布开始清洗，说趁着太阳没把竹子晒黄，抓紧刷上漆就不会黄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根据。顺着扶手走下来，感觉两边都有风，好带劲。吃过中午饭，开始收拾塔顶前面的围栏。这里以前也是用木头做的，都被各种草给藏起来了。这几颗扫帚菜，我妈不舍得拔掉，说过几天就熟了，可以做扫帚。我爸说这里与下面的落差有5、6米，随着它岁月越来越大，安全考虑。我把竹竿上的毛刺打磨掉，省得扎手。抓了漆就干等着了，不对，是等着干了。做了40米扶手，花了60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，就点个关注，看老卞一家怎么省钱改造部落小山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山东老卞。5年前我来到湖北，花2000元租了这个荒废的小山包，开始养殖土鸡、土猪，也种植一些农作物。这几年小山包一直是我的父母在打理。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孩子也1岁了，我决定先把这里的住房改造下，提升一下住宿质量。这条泥巴路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一条路，一到下雨天只能步行。我正在思考怎么能不花钱打条水泥路上来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当时是就着地势建设的，也没什么规划。生活区域主要有3大层，第一层是个大仓库以及一个晒把，第2层是一排猪舍、1间厨房、2间仓库、几个菜园、一片休闲院子，第3层是3间厨房、2个水池、几个菜园。生活区域右后方是片树林，2辆跑山机，白天都跑出去长食了，晚上回来。左边是菜园，种的是红橙，下面是
庄稼地，现在种的是红薯。目前先改造第2层。3伏天太热了，又干旱，水泥沙的活计需要充足的水，就先从院子这些简单的开始吧。房屋的改造要等秋天前后了。之前也断断续续的改造了些，但是缺乏整体规划。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自从改造小山坡，我学会了好多技能。这个扫帚菜终于拔掉了，等晾干后我一定要抓个扫帚，用来发挥它的作用。看这帅气的揉眼动作，我也是醉了。天气太热了，只能一早一晚的收拾。虽然很热，但干得很带劲。这是我们全家一起改造的家，我们会在这里过上向往的生活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田园梦，从什么都不会到什么都会，不管怎么辛苦都是幸福的。每天在太阳下劳作，我的皮肤也快变成古铜色了，只是和我爸对比，肥肉比较多。最近湖北温度特别高，每天都喝1瓶正气液，预防中暑。装沙子、浇湿地面、搅拌砂浆，这些活都已经非常熟练了。只是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浇湿地面。在网上淘换了2个模具，自己动手打起了砖坯。30多年前，爸妈都是自己打砖盖屋的，怪不得我爸的技术这么娴熟。鞋里的沙子还没倒干净，老天就开起了玩笑。装好了包谷也没见下雨。第2天早起继续打砖，我调了一包红色的砂浆。对于审美这方面，我有自己的理解。虽然最终都被嫌弃，但我乐此不疲。过2天，我决定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指导指导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这么热的天，赶工还是要尽量避免的。擦了一点沙子，我爸用扁担挑上来了。等一等，其实我也在后面挑着呢，怎么把我剪掉了？难道是嫉妒我？夏天的水泥地一定要盖着，要勤浇水，这都是经验。留着的这块地，我要做一个小花圃。在大家向往的生活里，院子里一定要有一块花圃，即使种上几棵菜，那也是满足的。俗话说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要想吃得饱，厨房一定要修好。原来的厨房真的看不下去，一直在将就的用着，和我们向往的小院有点不匹配。今天老编我开始落实厨房的改造。厨房的重中之重肯定灶台，这可决定着以后的饭菜质量。我爸说用米八起灶不好用，拆了简单些，要我少说话，不要问那么多。好吧，原来起灶还有这么多门道，我就负责好和稀泥得了。对，是和泥巴。我爸砌的是气孔灶，奈何各种原因来回反复尝试也没搞定气孔，最后果断放弃选择无孔灶。放上锅，台面上抹上泥巴，大功告成。等等，还没结束，给烟筒换空气。看看很漂亮吧？连着铁灶放在一起不好看，决定把铁灶一砖砌起来，说干就干，两面砌砖，人间用途。
大家记住没有？在泥巴里面加上些碎草，能更好的防裂。灶台一点点的抹上泥巴，非常好看。还没收拾利索，土就开始旱，真是比我们吃饭的时间多。趁着大太阳，我和我爸去割了茅草，晒干了明天用。其实围墙谈不上说改造，想了好多词语，比如巅峰住宅、人生选择，奈何土里没什么墨水，主要是压根也没什么围墙，就一块简陋的遮阳网。第二天把茅草背回来开始做围墙，对，没错，我们选用的是既能遮风又能遮雨还能遮阳的10来茅草帘。不对，这里应该叫做茅草墙，又不花钱又好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每个铁丝我爸都徒手按平，以防出不安分。我妈也超级紧张，给草墙来了个洗剪吹，当了一回汤金老师，又强行给他植了发。等我爸又开始忙起来，我还是要说下，昨天炖的土鸡非常好吃，主要是炉子好用，遗憾的是太晚了没拍出来。厨房顶我们也向别人学习，用芦苇席，效果还是蛮好，装起来很简单。顶吊完了，砸一砸，填一填，搅拌好水就开始打进去了。我爸找了个木片将砂浆刮去，真是一个小小的工具，提高了好多倍效率。我决定灶台也做成水泥面，虽然是缺了些美观，但实用些。再砌个小台子，放些酱油醋，切个菜啥的，方便些。说干就干，来开始浇水保养地面，再用包谷、辣椒给我们的户外厨房装饰下。你们看看效果怎么样？喜欢我请点个关注。千元做了20亩山坡。妈，剩在哪了？我忍这个住房好长时间了，都快插不进脚了。今天放下其他事，先打下它。看我这来来回回的，就是不够下手。果然，我准备干脆。老婆回来看到我的幸福，忍不了了，在她的指挥下平行饮食。直接就要那个吗？不要这个。等等，对，这就是我老婆。好多人私信我，以为我是第一次带孩子的单亲爸爸。你必须要让孩子的妈妈现身一下。果然，夫妻同心，格局打开。在老婆大人30年收纳经验的加持下，这屋子终于很宁静。
设计，疫情上的说法是扔垃圾。房车挡板一卡，完美收工，终于有个清爽的环境。我们的房间下集继续。今天要把这块空地砌上石头，做成休憩的露台。这些石头是几年前挖土掘凿出来的，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别的还好说，就是太重了，很需要点力气。第一天主要是运，第二天铺。之前种了草莓，太干旱都枯枯了，地方不小，就做个露台吧。一想到以后能坐在这里，泡上一杯自己采的茶，听一听这小猪、鸡群、大鹅合奏的乡村奏鸣曲，闻一闻这充满田园味道的花草香，看一看这山峦云彩，约上3、5好友一起闲话家常，是我向往的田园生活，没错了。这下面的水池也清理下，成型的石头也用来铺露台，石头还是不够，这么小小的一方露台比我想象中的费料啊！再运点石头过来。俗话说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今年太干旱了，现在早就过季，种子却还没撒上。这么一点小菜园还要用水泵抽水种菜，真是大炮打蚊子，不然冬天真的是光秃秃了。用了3天时间才将露台铺好，清洗一下先看看效果，过几天再用水泥勾缝，拭目以待吧。喜欢我就点个关注哦。石头缝之间要勾上水泥，家里没材料了，下山采购去。一路上随处看到脱水的，远处的河床因为干旱都露出来了。回去的路上又碰到了脱水的大树。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我们眼神打了招呼。一想到欣赏着远方夕阳时，一股风把衣服吹到面前，多么煞风景！这样一杆手，果断拆掉。车子开不上去，要把沙子转到3层，只能是手提肩挑。继续转运水泥，真佩服自己，把实际方面还是换上我的3517，干起活来感觉。铺上水，把石头上的泥巴冲一冲。填缝的时候会更牢固。喝足才有力气端砂浆，石头填上缝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坡下的小朋友们一放假就来我们这玩，和大毛二毛也是老相识了。夜里灯带一开，中秋节气一夜好梦，早起继续填缝，一通猛虎操作，大功告成。终于可以泡杯茶，看看对面的山，思考一下接下来的改造方案。喜欢我就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继续。1个月前，大毛二毛的2只狗
狗宝宝在这里出生了，先把他们俩抱出去。摸到一本书，这个蜂窝没有马蜂了，先留着，说不定以后有用。小狗又到屋里来找它的窝，转了一圈没找到，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！搬柴火算是个大工程，一家子可以差不多足足用了2个多小时。买柴火是个技术活，稍微不注意就会着麻。建设3整天，拆除3小时。建设的时候担心不结实，加固又压，拆的时候又费好大力气。难怪爸爸常说，没有住坏的屋子，只有拆掉的房子。板子、木头都收拾好，以后肯定还会用到。辛腊肉，哎，没颜色，这都是辛腊肉之后熏的好好的。另一间屋子，我和爸妈商量着整体抬出去，以后还可以留作他用。仔细测量了尺寸，感觉抬得出去。说赶就赶，我爸打电话叫了坡下的哥哥来帮忙，人多力量大。结果刚开始就卡住了，只得把墙砸了，依然出不去。最后不得不把屋子切割了2半，一半一半的抬出去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实践才是检验尺寸的唯一标准。喜欢我们请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今天先把仓库和工具房的吊顶隔断开了。拆房子前还是先把杂乱的东西搬出去。爸爸提前把玉米、草糠这些都搬走了。剩下的工具杂物还有很多，来回搬了3节车。搬运结束，先从工具房的吊顶开启。以前老房子采用的是木质框架，泡沫墙围板，吊顶用的是木板和石膏板，开起来相对轻松点。不过也只是相对轻松点。45度仰望房顶，再配上摇摇晃晃的人字梯，哆哆嗦嗦的进程持续中，中途不止一次想修梯子。最终也只是想想，怕下雨，赶技术。大埔切工地担任指挥兵，我们父子俩配合默契，有惊无险地开除了工具房的房顶。仓库房用的是石膏板，开的时候有点重，人随着石膏板从梯子上掉落下来，常有发生。拆下来的板子运到1层，扔在瓦铺，后期还要电路用。隔断也是用的石膏板，你一块我一块，拆着运着，1个多小时就弄完了。
这些木方改造新屋的时候用得到，每一根我们都小心的开始，遇到顽固分子还是只能大力处理。吊顶用的木方拆除起来比较费时，吸取了经验，我爸用木架子不用梯子了。用这种技术，如果投球我也可以3分3分。先拆这2间泡沫围墙和厨房，明天继续拆。趁着天还没黑，我爸将木方上的钉子让颗颗的磨掉，纠结在一起，后期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天黑了，把灯接好，晚上还要继续挑灯奋战。喜欢我们请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这样是平塌了，钢铁也已经缺血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开干。这里还是以前我和丹丹过的一个，现在要拆掉它，是那个旧式。这是一个小马蜂窝。我就发现了，改造就是把东西搬来搬去。这2根梁弯的离开些，我们要加根梁。这老烟机，改造，拆搬，拆搬。塌下来了，这我的书卷，我的人还都在这面。哎呀，也真是幸运了。这煤气坛子也还好，也没事，我们没有闻到味儿。这些瓶瓶罐罐从柜子里面都砸了。长这么大没体验过地震的感觉。这也是看出来地震就这种，很幸运，把珍藏的这一坛酒也没有砸破。主要是这个架子砸成这样。我们的路太差了，然后司机拖了15吨砖，他不敢往上爬，我在这等他呢。现在听到车响了，看，车来了，还是爬上来了。这一片还比较担心。
天打磨的那些口子也挺还怪好看的。这几天我不在，刚回来，走的时候丹丹给爸妈强调，千万不能。倒了一车沙，现在再倒出一车砖。这一车也只能拖30多块，太重了也不行，我们这车小。我们地方有点窄，每次开进去就要推回来，再这样再滑下去。拉了1000块，这运上来了480块，租的脚手架1块钱一天。别人都说差生文具多，我这个差生嘛文具也不多，但是全靠租。这个开放式厨房的这个棚子屋顶，然后影响到我们砌墙了。我们平要它往那平移。大家别看现在样子不咋地，我们也是行业数值的正经工程。我也有工具，但是我用不好，我还不会用手，我这还好些，还快些。我还说了，